成年人最大的忧患是什么？总以为自己能扛下所有的崩溃，总觉得只要咬咬牙，那些烂透了的情绪就能自己消化。你在公司被老板痛骂，在客户面前陪着笑脸，甚至深夜看银行卡余额，焦虑到整宿失眠。但第二天早上，你依然能化好妆，穿上西装，像个正常人一样去挤地铁。很多铲屎官都踩过一个误区，看完你一定会恍然大悟。你以为自己伪装的天衣无缝，你以为你只是在养一只陪伴你的小宠物，但事实是你骗过了全世界，却唯独骗不过你家那只不会说话的小狗。千万别小看一只狗，它绝对能把一个快要烂透的成年人硬生生的从泥潭里拔出来。很多人以为狗只是因为你给它喂饭，它才对你好，这其实刚好相反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？每当你情绪低落，哪怕你一句话都没说，哪怕你只是一个人安静的坐在沙发上发呆，你家那只平时满屋子跑、调皮捣蛋的狗子都会突然变得异常安静。它会慢慢走到你身边，用头蹭蹭你的腿，或者把它毛茸茸的下巴轻轻搁在你的膝盖上，然后用那种极度温柔的眼神看着你。你以为这只是巧合吗？当然不是。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早就给出了答案。狗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闻到人类悲伤的动物，这不是玄学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生理机制。当我们人类感到焦虑、痛苦、抑郁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压力激素。普通人闻不到这种化学物质的变化，但是狗的嗅觉比人类灵敏1万到10万倍，它们能精准的捕捉到你汗液、呼吸中散发出来的心碎的味道。而且狗的大脑里有一套特殊的镜像神经元系统，当它闻到你的悲伤，看到你下垂的嘴角，它的大脑会迅速同步你的情绪。也就是说，当你难过的时候，你的小狗是真的在陪你一起难过。它把下巴搁在你的腿上，在心理干预中，这叫做深压觉刺激，就像是给你盖上了一床重力毯。它在用自己的体温和重量告诉你，别怕，我在这里，我会接住你所有的崩溃。说到这里，咱们用句大白话来讲，就是小狗简直就是老天爷派来拯救成年人的特效药。很多成年人的生活其实就是一潭死水，每天2点一线，上班像是在上坟，下班回到家，面对的是空荡荡的房间，那种孤独感就像是一把钝刀子在慢慢割你的肉。有时候你真的觉得生活没意思透了，什么都不想干，不想吃饭，不想社交，甚至连澡都不想洗，就想躺在床上让自己烂掉。可是如果你养了一只狗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哪怕你再怎么想摆烂，早上7、8点，这小家伙一定会准时用湿漉漉的鼻子把你拱醒，哼哼唧唧的催你起床。他不管你是不是快崩溃了，他只知道主人该带我下楼尿尿了，该给我倒狗粮了。你看，就是这种看似麻烦的被需要感，恰恰是把抑郁症患者从深渊里拉出来的第一根绳索。在心理学上，这叫做重建生活秩序。因为狗需要规律的生活，它硬生生的把你从那种无序的、混乱的崩溃边缘拉回了现实。你不得不为了它起床，不得不为了它出门，去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，见一见太阳。当你在楼下的草地里，看着它因为追到一只蝴蝶而开心的尾巴都要摇断的时候，当它在草地上打了个滚，然后傻乎乎的跑回你脚边冲你笑的时候，你心里那块结了冰的地方，是不是突然就裂开了一条缝，透进了一束光？我们回想一下那些难熬的日常瞬间吧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有一次你实在绷不住了，躲在卧室里偷偷掉眼泪，你不敢发朋友圈，不敢告诉父母，更不敢跟同事抱怨，你以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在乎你的死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门缝里挤进来一个小脑袋，他平时最护食、最宝贝的那个破玩具被他叼在嘴里。他走到你面前，把那个沾满口水的玩具轻轻放在你的手心里，
然后疯狂的舔你脸上的眼泪。它急得发出那种小声的呜咽，用爪子扒拉你，仿佛在说，你别哭了，我把我最喜欢的东西都给你，你开心一点好不好？那一刻，你的防线彻底崩溃，你抱着它嚎啕大哭。在这个复杂的人类社会里，所有的关系都暗中标着价格。老板看重你的价值，朋友看重你的情绪价值，哪怕是亲人，有时候也会对你有所期待，希望你出人头地。只要你表现的不够好，只要你失败了，你就会被贴上无能的标签。但小狗不一样，在心理学大师卡尔罗杰斯的理论中，有一种能治愈一切心理创伤的力量，叫做无条件积极关注。这在人类身上极难发生，但在小狗身上这是本能。它不在乎你一个月赚3000还是3万，不在乎你开的是奔驰还是骑的共享单车，更不在乎你在外面是不是个无人问津的失败者。在他的全世界里，你就是唯一的超级英雄。只要你推开家门，他永远会像大明星出场一样迎接你，用最热烈的欢呼和摇摆，为你扫平一整天的疲惫。哪怕你真的在泥潭里烂透了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跳进泥潭里，用他热乎乎的舌头舔干净你脸上的泥巴，然后陪你一起坐在泥里，直到你有力气站起来为止。很多人总觉得是自己花钱买了狗，给了狗一个家。其实真相是，小狗用它短短10几年的一生，治愈了我们漫长岁月里那些无人知晓的暗伤。它们是披着毛皮的守护天使，来这人间一趟，就是为了教会我们什么是毫无保留的纯粹的爱。今天不妨好好抱一抱你身边那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吧，告诉他你有多爱他。如果你也被自家小狗治愈过，请你在评论区随手拍一张他安静陪着你的照片，或者打出他的名字，说说他在哪一个瞬间把你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。如果你身边也有那个总是把心事藏在心里，总是独自硬抗的养狗朋友，记得艾特他来看这期视频，让他知道他从来不是孤身一人，因为他有一只全世界最爱他的小狗在默默托底。这里是汪星心语，关注我，我们下期一起继续读懂小狗的心思。